不远去，几千几担。回忆如影随形，缠绕着不肯松脱。不想要这种自由，只要你别走。如流沙从手中一点点跳落，我的越重，失去的越多。时间轻轻无声，为真心落地翱翔。既然我的淡忘不觉痛，将你融在我灵魂之中。在闪烁的星河中，袅袅声音被月光映照，转过身的一瞬，此生不忘。若我问情难自禁，该如何相抗？只愿守你一生安好。远风吹过雨打萍，却不染湿你的衣角。愿时间浮浮沉沉，你不必随波荡漾。愿你夜夜好眠，不由明日不觉晓。好，有点意思。陛下，这是投票结果。奇侠馆侥幸得胜。耶！姑母可服气？老身不服，他们使诈，赢得一点都不光彩。自古以来，兵行诡道，商场如战场。小凤出其不意，不愧是武将之后。皇上过奖了，其实也不全是我的功劳。要是他们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也无计可施嘛。皇兄，皇兄息怒，这都是臣弟一个人的想法，请陛下莫迁怒于小凤。朕既已许诺，即会反悔。传旨，赐灵王龙纹令牌，专办万贵妃一案。大内各部听凭调遣。遵旨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都起来吧。朕还是要提醒你，有时候真相并非如你所愿。臣弟谨记。
枝，新鲜的荔枝。今天能打败叶阳阁都是大家的功劳，我请客，随便吃。甜不甜？这是我朝思暮想的味道啊！哎，我有个计划，等这一切都过去之后呢，我带你们去旅游。旅游？哦，就是游山玩水，出去玩，怎么样？快吃快吃快吃，吃冰多吃几个。你不吃一个，我不吃，你们吃。哎，这个的。真够甜的。哎呀，有的人在这摆王爷架子，不愿意与民同乐。你说扫不扫兴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了你有伤了，没事吧？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！哎，对不起，我真忘了。疼吗？哎，你这么一打，我好了。好你个李锐，逗我呢是吧？给我，哎，你给我过来，过来！别闹！别跑！给我过来！睡醒了吗？来，把药喝了。不喝。怎么能不喝呢？你身体里的毒素还没排干净，医生说你必须要喝药。我还怕出什么差错，守了一整个晚上。这药是你亲自熬的？嗯。你不会是怕苦吧？我堂堂七尺男儿，怎么会怕苦？喏，给你留的。甜吗？我并非不愿意与你们在一处嬉闹，只是自从母妃离世后，我便不敢笑了。我不敢过得太快乐，因为我怕失去斗志，忘记给他复仇。我每一次笑，都能想起母妃那张惨白的脸。那你还记不记得你母妃笑起来的样子？你母妃肯定也喜欢看到你笑的样子。哎，我是教你笑，怎么还哭了呀？现在皇上已经给我们令牌了，离我们开怀大笑的日子也不远了，啊！昨日，
你貌似为我求得灵板，我又欠你个人情。那你想怎么报答我？我从小锦衣玉食，身边尽是俗物，可能你都不会太喜欢。只有这个，别有运尺。这不是？这确实是我母妃的心爱之物，临终前托付给我，我一直随身带着。不行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就是因为贵重，放在你那儿，我才安心。好，那我先替你收着。外面在放烟花，走。这个。袅袅声音被月光映照，转过身的一瞬，此生不忘。若我问情难自禁，该如何相看？只愿守你一生安好。远风吹过雨打萍，却不认识你的一角。愿世间浮沉沉，你不必随波荡漾。愿你夜夜好眠，不由明日不觉晓。只嗅到烧伤花香，月寒风凛冽不停，唯有你被春风围绕。愿天地浩浩汤汤，你不用为谁避让。愿你日日顺遂，不问前路不张望。只嗅到烧伤花香。啊，你俩去哪儿了？我带雅姑出城了，没能赶回来参加队来。不是这样的，是我一想到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表演，有些胆怯，才临阵脱逃。林掌柜为了找我，费了不少劲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是掌柜，责任在我。事情因我而起，我难辞其咎。哎呀，停，我又不会怪你们，平安回来就好了呀。不怪我们。反正我们赢了。对，我们还吃好吃的荔枝了呢。你们俩没吃到，可甜了。哎呀，好了，今天也够累了，赶紧去休息吧，啊。他们两个有问题。他们两个有问题。是什么问题？他们两个一定是谈恋爱了，对，谈恋爱了。别动。林掌柜，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伤口不浅，要小心养护。
没有别的。没有。今天我又算欠你一条命，日后定当报答。报答？如何报答？倘若你想要那幅画，我无能为力。在你眼里，一切都是交易吗？我今天救你，不是为了你能报答我，至少今天是这样。等等，我看过那幅画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告诉你。王爷，从各司带来的卷宗已经按照您的吩咐送去栖霞馆给郡主了。给谁了？王妃，王妃。好，去栖霞馆。郡主则暂避安排，必则暂避消。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？王爷，你来了，快来坐，我们刚好差2个人，快坐，大元。坐吧。哎，我们在玩郡主新开发的那个瓦舍游戏，叫什么沙来着？剧本杀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沙。我呀，就是根据送来的卷宗改编的剧本。我们如果现在玩的话，那我把角色分配一下。好，07呢，你就饰演镇南王。咱们推演一遍，深入到角色里，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。妈妈呀！雅姑，你就饰演万贵妃身边的侍女忍冬。大元，你饰演太子，就是当今的圣上。无言，你饰演万贵妃。阿光，你饰演太子身边的太医高太医。为什么？安静，要服从导演的安排。我们现在来梳理一下案情。当日呢，是灵王和郡主大婚的日子。当日，灵王因不满包办婚姻，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赌气不出，而昭宁郡主则被安排在碧霄楼附近的厢房，苦苦等待。今日乃郡主殿下和瑞儿大婚，太子殿下，镇南王，我敬你们一杯。等一下，我母妃哪有无言这么做作的？为什么？哎，别打岔，继续。宴会上，太子吃了万贵妃呈上的汤圆，差点窒息而死。
然后，万贵妃就无缘无故的从碧霄楼上落下。所以，这个案件的线索就在你们几个身上。我跟灵王呢，就是侦探，要对你们进行逐一的审问。什么探？侦探。朝堂上有不少大臣支持灵王立储，太子可曾听说过？前朝啊，的确偶有改立之说，但也不过是跳梁小丑，全都被父皇驳斥了。妈妈呀！朝堂上下因为立储之事明争暗斗，又逢大将军凯旋，皇上极其信任，应该有不少人拉拢大将军。不知道大将军心向的是哪一派啊？我出身行伍，不过是一介粗莽武夫，从不关心朝堂政事，所以我谁也不像。大将军为人正直，确实与梁大没有什么来往。当日可是高太医为太子医治的呀？正是微臣。那你手上应该有很多猛料了。还真是。那这次镇南王和贵妃联姻，贵妃一党日益强壮，太子就不曾忌惮了？太子可能忌惮贵妃一党的势力，做了一个苦肉计，先是给自己下毒，然后又逼迫忍冬把贵妃引上碧霄楼，将其推下，再散布谣言说贵妃是畏罪自裁。笑话！我乃皇上嫡传长子，深受父皇器重。况且我与六弟向来和睦，甚至他从未有多敌之心。那我干嘛多此一举，陷害一个与我无威胁的人呢？对吧？嘿，是吧，六弟？郡主嫁入王府，将军就不怕别人非议说你攀附贵妃？众人皆知，小妹自小就爱慕灵王，法院此生非她不嫁，就连婚事都是自己死皮赖脸求来的。死皮赖脸啊！这个事情我可以证明。将军注意你的言辞。妈妈呀！哎呀！你们看，这是太子殿下经常用的一个药方，上面有8戟天、肉桂、枸杞、仙茅等药材，这说明什么？什么？说明太子他肾虚。让你找证据，没让你聊八卦，什么肾虚不虚的？你早说证据嘛！证据咱也是有的。说。事发之后，我查验了，那碗汤圆，有人在里边加了东西。加了什么？大概有合欢、石龙蕊、曼陀罗、川乌等药材。这些药材均有麻痹之功效，一旦人体会出现喉咙无力、呼吸困难，毒性极强，有甚者会噎食窒息而亡。
东西。随静香。 随静香 ，OK， 你下去吧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让我演皇上？为什么让我演太医？为什么让我演太医还要站上菩萨？为什么你不结巴了？啊，是啊，我不结巴了，我不结巴了。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出在忍冬身上。汤圆里面下的是随静香，贵妃坠楼的时候，她又出现在碧霄楼。毒害太子，推贵妃坠楼，看来都是忍冬做的。 可他一个小小的随侍，为什么要毒害太子，构陷贵妃呢？他背后必定有人指使。可是他幕后的人到底是谁呢？ 雅郭呢？去哪儿了？小雅，其实这个药方不是给我的，是给你的。之前的事我确实不记得了，可能让你受了很多苦，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以前。 所以以后我会好好弥补你，好吗？小芳，你没事吧？你如此袒护他，怕是不知道。 他就是你苦苦要寻找的杀母仇人吧？我观你所用剑法非同寻常。你与忍冬是什么关系？她是我姐姐。那她现在身处何地？事发不久，她便被人所杀。 贵妃死后，姐姐带着我东躲西藏，
我问他为何如此，他不肯告诉我。昭宁郡主，小雅，去买些果子，招待贵客。快去！等我回去时，姐姐已经……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！我入府为婢，就是要查清真相，替我姐姐报仇。只是我在郡主身边忍辱负重3年，却未找到丝毫线索。直到有一日，郡主坠楼那夜，我将这香囊偷偷放入郡主衣袖。香囊里的随静香药劲凶猛，他必定迷离恍惚，一片混沌。那晚，我本想趁着他沉睡之时，潜入密室一探究竟。可是你没想到的是，那晚，他被大元他们伪造的信骗去了碧霄楼，对吧？是的。当夜，我虽在密室找到这幅画，却不解其中之意。郡主坠楼后性情大变，全然不记得以前发生的事。我本来以为再难找到真相，直到今天，多亏了这个游戏，3年前在婚宴上给太子下毒，随后推贵妃坠楼的人便是我姐姐。不过她只是一把刀，一把被昭宁郡主用完便肆意丢弃的刀。是你胁迫我姐姐犯下此罪，而后杀她灭口。不可能。如果郡主与母妃有什么纠葛，为什么要害她？如果郡主真的是幕后凶手，那碗哑药和竹林里的死士又作何解释？这确实是母妃的自己。没错。想必贵妃早已知道，郡主自小刁蛮任性，肆意妄为，成年之后更是飞扬跋扈，仗势欺人。她自是不同意郡主与灵王婚事，但郡主痴迷灵王，见镇南王之事，求皇上赐婚。贵妃搜集证据，意欲通过朝臣表奏。她自是知道贵妃态度，还可能看出贵妃意欲何为，所以她想和灵王长相厮守。你说她是不是要除掉这个挡在她和灵王之间的人？如果直接杀了贵妃，那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，圣上追查起来，难免败露。但是如果把贵妃引入争储封魔，然后再伪装成畏罪自裁，皇室为了声誉，那必然是息事宁人啊。正是如此。至于雅药和死士，如果去坊间走一遭便知。昭宁郡主恶名远扬，劣迹昭著，早已民怨滔天，人人欲得而诛之。冒出几件害他的事情并不稀奇。你们看看这折子便知了。
桓帝15年9月，昭宁郡主于室中，略以青年男子为奴，不从，当街殴人死。桓帝16年春，兴修别院，霸占民田万顷，置100余口为流民。桓帝16年夏，开凿鱼池，充平民为奴，治水灾坏良田，死伤千计。你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解释的吗？现在解释还有什么用吗？刚才雅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我不想听旁人说，我只想看眼前人怎么说。就算我说了，你也未必会信。既然你不想说，那我替你说吧。你跟这一切根本就没有关系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昭宁郡主。